想看漫画哈，但是满屏的日文呢，想看天书，想自己汉化又要配置环境哈，搞驱动很折磨人呐。或者你想自己搞个网盘，还有图传哈，存点照片，写个博客，但是又怕第三方免费的图传说挂都挂了哈。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只有几十兆左右纯本地运行的 AI 漫画汉化工具哈，它叫科哈鲁小纯啊，不需要配环境，不需要下几十个 G 的显卡驱动哈，低配电脑哪怕只有 CPU 减压就能够直接跑，一键把生肉漫画翻译成中文。第一个是利用 Cloudflare 而自己亲手搭一个永久免费全球 CDN 加速而且零服务器费用的专属个人网盘还有图传。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到实操的环节哈。首先打开浏览器，直接去项目的这个发布页面哈，根据你的系统 Windows 下 EXE、Mac 嘛，你就下 DMG 哈。下载好了之后双击安装，第一次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界面哈，它有进度条在走，这是正常现象。它自动配置底层的运行环境哈，稍微等个1-2分钟，等它配置好，软件界面就完全展现出来了。你看顶部的菜单栏非常直观哈，文件编辑、视图还有这个处理帮助哈。在正式开始翻译之前呢，我们先点开设置，这里有2个地方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是这个引擎选项卡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翻译器这些底层的模块，基本上你保持默认就可以了。第二是 API 选项卡哈，如果你不想用本地模型，想它吃配置，你可以在这里填入 OpenAI、Gemini 或者这个 DeepSeek 这些 key， 这样的话翻译这一步就可以直接走云端了哈。好，现在我们返回到主界面，正式拿一张漫画来做测试。我这里随便拖一张日文的漫画图片进来哈，点击检测，这个时候软件它检测到是第一次运行哈，它会自动去后台下载一个轻量级的这个视觉检测模型哈，这个模型它是用来定位对话框的，下载很快哈，完成之后它会自动开始扫描，可以看到几乎是眨个眼睛的时间哈，从右到左就标出了6个检测到的文字块。定位好了之后，接下来要把里面的文字抠出来，我们点击面板的识别，同样的哈，第一次使用它会自动根据你电脑的硬件下载对应的 OCR 文字识别模型哈，这个模型非常的小，下载极快，下载好了之后，这6句话全部就被识别并且显示在右边的这个列表中了哈。这时候多说一句哈，如果你自己你的外语底子比较好的话，其实到这一步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列表里面手动改中文了哈，都不需要大模型啊。但是我们既然用 AI 能偷懒，就绝对不自己动手哈。现在点击主界面右上方的 LLM 这个按钮，在模型下拉框里面，你会看到好几个本地模型选项哈，根据你电脑的配置来选嘛。显存大的可以选大一点的模型，翻译质量它会更加的地道哈。显存小的你就选个轻量级的就可以了。然后是你要翻译成的目标语言哈，比如简体中文。然后点击加载哈，它就会在后台帮你把模型文件下载下来。这个模型加载完成之后呢，直接点击生成按钮，你会发现几乎是一瞬间哈，右侧原本这个日语它就变成翻译好的中文了。现在文字翻译好了，但是左边画布上面它显示的依然是原始的日语这个图像哈，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着急，先使用修补这个功能，它会自动抹除背景文字。然后看右上角这个图层面板哈，有渲染文本、文本框，还有这个修补图像这些图层哈，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小眼睛的图标。现在把这些图标全部给它点亮，原本图片里面的日语瞬间就被抹除得干干净净哈。取代之的是排版整齐的这个中文。AI 毕竟是 AI 嘛，排版有时候它可能会有点歪哈，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鼠标在画布上面拖拽这些文本框，调整它们的大小还有位置哈。如果你觉得某句话翻译的不够好哈，可以直接手动修改润色，在右侧的渲染面板里面哈，你也可以自由的修改字体的类型、大小还有颜色哈，怎么舒服怎么来。当你把整张页面的文字排版都调整到完美状态之后，点击导出一张汉化好的漫画页面哈，就新鲜出炉了。你可以使用打开文件夹的方式，可以批量导入哈，然后点击顶部菜单的处理，选择处理所有图片，你也可以自定义流水线哈，先让它自动检测，然后自动识别，然后自动生成翻译，再自动进行背景的修补和渲染哈，最后点击导出所有渲染后的图像整部漫画它就汉化完成了。
看完了本地的汉化工具哈，我们再来亲手搭建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零服务器成本的个人图床还有网盘哈，5分钟就把它部署上线。首先打开 GitHub 哈，找到这个开源项目，然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这个 Fork 按钮，接着点击创建分支哈，这样这个作者的整套源代码呀，它就原封不动的复制到你自己的 GitHub 账号下面了哈。这一步搞定之后，我们再来登录你的 Cloudflare 的控制台哈。看左侧导航栏，选择计算，点击里面的 Workflow Pages 啊，再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创建应用程序按钮啊，注意这里要选择 Pages 选项哈，点击导入现有的 Git 存储库，按照提示连接到你的 GitHub 账号，在列表里面找到你刚才 fork 的那个项目，选中它，然后点击开始设置。在接下来的项目配置页面中哈，绝大部分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项目的名称你可以使用默认的哈，也可以自己改一个。生产分支就选择这个主分支。创建命令这里一定要手动改哈，必须填写成这个。这个构建输出目录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把路径给它改成这样哈。如果不改，等一下部署的时候它就会出错。设置好了之后，滑到最下方哈，点击保存并部署。这个时候 Cloudflare 呢，它会自动的开始构建哈，几分钟之后部署就完成了。但是系统还需要一个数据库来存我们上传的图片和文件的链接这些信息哈。这里我们就使用 Cloudflare 内置的 KV 命名空间，读取性能高，非常适合高并发哈。点击 Cloudflare 左侧的导航栏，选择存储和数据库，然后点击 KV， 点击创建，起个名字哈，这个名字有讲究，输入一个英文名字，直接用小写的字母哈，然后点击创建，建好之后，再一次点击左侧的 Workflow Pages 哈，进到我们刚才建好的那个 Pages 项目里面，点击顶部的设置选项卡，在左侧选择绑定，再点击这个右边的添加哈，找到 KV 命名空间。这个名称呢，必须填写这个哈，全部小写啊，带下划线的哈。这个 KV 命名空间，你就选择刚才创建的那个空间，然后点击保存。数据库搞定了，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真正用来存图片实体文件的容器哈，也就是 R2 存储。再次点击左侧导航栏的存储和数据库，点击 R2 对象存储，点击创建存储筒，取一个你喜欢的英文名字哈，其他的选项不要动啊，直接拉到最下面点击创建。回到我们的 Pages 项目设置页面哈，再次点击设置绑定，然后点击添加，这次选择 R2 存储筒，这里的变量名称啊要注意，必须填写 img R2 啊，注意中间的这个横线哈，它是下划线哈，千万不要和刚才那个桶的名字混淆了。R2 存储筒就选中你刚才创建的那个桶，点击保存。然后再来设置安全管理员账号和密码哈，在 Pages 项目的设置页面，点击左侧的变量和密钥，点击添加。第一个变量的名称哈，这个用户名必须全部是大写的，值呢就填入你自己制定的用户名哈，不要照抄我的，自己单独设一个。然后添加第一个变量就是密码了哈，也是全部大写的字母啊，这个值呢就填写你自己想要设置的强密码。全部填好之后，点击保存。所有的配置、数据库和密保都全部搞定了之后，现在点击 Pages 项目顶部的部署选项卡，找到最新的那一条构建记录哈，点击它右侧的那3个小点，然后点击从事部署。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系统开始编译打包，大约等个2分钟，全部打上了勾啊，就表示部署成功了。Cloudflare 它会分配给你一个免费的域名，直接点击这个链接哈，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上传页面。先不要急着上传，我们去做最后一步的连接初始化。点击页面右下角的上传设置哈，在弹出的渠道类型里面选择 R2， 然后确认。接着我们进入到系统管理后台，输入你刚刚在环境变量里面设置的管理员账号还有密码，登录进去，点击左上角的这个系统设置哈，然后是上传设置。在这里你会看到整个渠道管理哈 ，R2 渠道已经被点亮，并且成功激活了，这就说明我们的部署已经完美的跑通。现在返回到主页，随便找几张图片来试一下哈，上传的速度非常的快。完成之后，系统会给你生成4种链接格式哈，普通的 URL 链接、Markdown 格式、HTML 格式以及论坛专用的这个 BB Code 哈。你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哈，这个链接它就自动复制到了你的剪贴板，写博客、发帖子，直接粘贴，无比的优雅。
点击后台顶部的文件管理，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一个极简的个人云盘哈，你上传的所有图片和文件都在这里整整齐齐的列出来了哈，你可以直接在线预览、下载、移动、编辑，甚至批量删除它们。最后，如果你手里有你自己专属的域名哈，我强烈建议你做一下个性化的配置，回到 Cloudflare 的 Pages 项目页哈，点击自定义域。把你的个人域名绑定上去哈 ，Cloudflare 它就会在后台自动的帮你配置好 DNS 和证书了。不仅访问速度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你的图片链接也会变得非常的专业和好看。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哈，如果你觉得10个 G 还不够的话，在后台的上传设置里面还可以灵活的添加和切换其他的存储渠道哈，比如去接入一些外部的 S3 兼容存储啊，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的备份扩展哈。好了，今天这一期内容到这里就要彻底结束了。我们从零环境的配置、本地 AI 汉化一路聊到了白嫖 Cloudflare 的免费图传和那个网盘哈。这两套方案呢，一个解决了娱乐和工具的刚需，一个呢解决了我们作为创作者最核心的数据存储哈。他们没有让我们的钱包缩水哪怕1分钱哈。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对你有用哈，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嘛。感谢各位的观看哈，我们下期再见。